得知男神的白月光回国了，我闷了瓶红酒，顺带把老板强吻了。次日，老板让我负责。我妈了，难道传说中霸道总裁爱上我？下一秒，老板道：池泱泱，你昨天喝的那瓶酒6万5。老板程锦时一开口，我由惊吓转成懵逼。一瓶酒6万5，当我是大冤种吗？那酒就是我从秘书办里随便拿的一瓶，很便宜啊。我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实在是顶不住如此近距离之下总裁大人眼神里射出来的威严。那是林秘书准备送合作方的。好的，大冤种是我。总裁，要不咱们还是说说我昨晚亲你的事情吧。我秒怂，我就是个傻叉。老板的嘴可比6万5贵得多。回到工位上，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我当时虽然伤心，可意识还是清醒的，专门挑了一瓶最不起眼的酒闷的，那就是很便宜的酒啊。也是程锦时的酒，再便宜能便宜到哪去？可我一个大4实习生，现在也只是实习助理，实在是拿不出6万5。不知道老板允不允许我分期付款。下班之前，我磨磨蹭蹭来到总裁办公室，假借送文件之名，其实是来找老板商量的。总裁，那6万5，我可不可以？程锦时的手机震动了起来，电话里的人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我看到他皱了一下眉心。他挂断电话之后，我极尽狗腿之能事，关心地询问：总裁，是不是有什么事？有事儿您随便吩咐。程锦时上下打量了我一圈，家里做饭的阿姨因病辞职了，我脑袋上立刻亮起了一盏灯泡。程总，不瞒你说，我做饭可好吃了。程锦时，我往前上了一步，小心翼翼地提议：要不我去给您做饭吧，我不要工资，抵那瓶酒钱，行吗？程锦时默默看了我一会，轻点了一下头，可以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斗胆问程锦时：总裁，你家做饭阿姨一个多少钱啊？在程大总裁家工作，一个月工资少说也得1万吧，算下来我只要给她做半年饭就可以了。程锦时：3000。2年。池泱泱，我真服你这张嘴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正式上任，成为程锦时家新的做饭阿姨。为了让老板给我加工资，我起了个大早去市场买最新鲜的食材。报身赤度，反正有人给报。我把小票递到程锦时面前，程锦时看都没看，只是淡淡的说：我不喜欢吃这些。我的手开始颤抖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程锦时：吃素，吃素。作为霸总，你跟我说你吃素？我不死心又问了一句：那这些鲍鱼海参什么的，你是不是就不给我报销了？程锦时优雅的点头。老板，可以退货吗？我还没拆封呢。好在程锦时家里还有点青菜，我准备弄点粥，再弄2个小菜。程大总裁竟然喜欢吃这种清粥小菜，我记下了。可能是因为给总裁做饭的缘故吧，我有点紧张，把一个盘子给碎了。程锦时听到声音过来问我：没事吧？总裁真好，还这么关心我。我连连摆手：没事没事，我没受伤。程低头看着地上的碎瓷片，盘子3000的，又多了1个月。程锦时吃饭的时候，我就在一边站着，动都不敢动。拍着房子里的东西，我实在是赔不起。咕噜噜，我的肚子就是这么不争气。一阵尴尬之后，程锦时看我，我又在总裁的视线里看出了关心，连忙摆手：不用了，总裁，我不吃。程锦时收回视线，语气淡淡的：一起吃吧。总裁果然还是心疼我的。我给自己盛了一碗粥，在程锦时旁边坐下来，正要吃，我的耳边就又响起了程锦时清冷的声音：你做的太多了，你负责吃光。我要是再认为资本家会关心我，我就是狗。吃完饭我收拾完，还要去公司继续给资本家卖命。楼下，程锦时的司机来了，开着一辆宾利。程锦时坐在后座看我，我有些不好意思，虽然我没坐过宾利，很想坐上去感受一下，
但咱也得矜持点不是？我把头发拨到耳后，笑得腼腆。不用了，总裁，我骑车来的。程锦时的眼神已经扫向司机了。关门。好吧，我是狗。程大总裁坐着宾利走了，我在后面骑着小电炉，吭哧吭哧来到公司。迟到了15分钟，被扣了50块钱。林秘书还把我训斥了一顿。第二天上班就迟到，总裁早就到了，你才来，我又苦说不出。总裁又不用刷碗，总裁又不是骑电驴上班。嘤，我最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我得找大师给我算一算。下班之前，我给程锦时发微信，总裁，晚上你想吃点啥？程锦时报了几个菜名，我一眼锁定西红柿牛腩这几个字。我垮一下就把质问甩过去了，你不是吃素吗？程锦时，他只要一单字往外蹦，我就秒怂。知道了。去超市买菜的时候，我想明白了，程锦时只说他喜欢吃素，但没说他只吃素。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我买的鲍参翅肚都炖了？买完菜，我骑着小电驴往程锦时家而去，眼看快要到了，一阵瓢泼大雨倾泻而下，把我浇成了落汤鸡。程锦时拿他衣服给我穿的时候，我死活不要。程锦时挑眉，像是在问我为什么。开玩笑，我又不是狗，怎么可能相信他是真的关心我才给我拿衣服的？总裁，您这衣服实在是太贵了，我赔不起。程锦时，他把衣服丢到沙发上，就去书房了，只留下一句：免费。苍天啊，大地呀，我好感动，我的资本家老板终于有点人性了。等程锦时吃完饭，我把厨房和餐厅都收拾干净，也才8点多，时间还早。可外面这大雨却下个不停。正当我纠结该怎么回家的时候，程锦时开口了：你今晚留下来吧，这我哪好意思啊？再说了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还是那种霸总文里男女主角的标配，大总裁和贫困女大学生，接下来就是连恋爱的火花了吧？不行，这节奏太快了。不用了，总裁，你就让司机送我回家就可以了。我自认回答得很得体，没直接留下来过夜，显得太随便，又没有拒绝总裁的一番心意。我话音刚落，震耳欲聋的雷声咔嚓一下，吓得我一哆嗦。老板都这么说了，我还哪好意思拒绝？我还是留下吧，谢谢总裁。程锦时看了眼窗外，下这么大雨，还打雷，让司机开车，我已经开始尴尬了。程锦时一记雷神之锤下来，比外面的闪电还狠，我着实于心不忍。汪汪汪！程锦时指了一间房间让我住，然后他就走了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看错了，在程锦时转身的那瞬间，我看到他唇角勾了起来。他是不是在笑我自作多情？毕竟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池泱泱，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对了，我的海参鲍鱼，我进厨房把那些都煮了，不能浪费，真好吃。吃饱喝足，我坐在床上打嗝，和室友发微信。室友问我今晚回不回去了，我说我回不去。室友发过来一个贱刺刺的表情包，然后问我，就你和你老板2个人，我这个室友肯定又胡思乱想了。你别瞎想，室友，书里都是这么写的呀。程锦时是总裁，传闻他不近女色，你呢，长得普通，家世普通，学历也普通。天啊，你俩简直是绝配。在我看来，室友的消息是这样的，你呢，普通，我可去你的吧。室友，程锦时还那么帅，你就不心动？这话倒是说我心坎里去了，我怎么可能不心动呢？那可是程锦时啊，家世好，学历好，有颜有钱有权，纯霸道总裁。可我知道，我的人生不是小说，况且这才2天而已，我已经自作多情3、4次了。书里的霸道总裁脑子不好使，专门喜欢傻白甜，但现实生活中的霸总什么眼光绝对正常。嗨，我还是想走。我刚下床，咔嚓一道大雷，我迅速钻进了卫生间里，开始洗漱。我洗漱完，
又把我穿来的那套衣服和内衣裤都洗了晾起来。第二天早晨，我摸了摸我的衣服，然后出去了。程锦时正好从厨房出来，手里端着一杯咖啡，见我出来问我来一杯，我呵呵干笑了2声，弓着身子有点难受。总裁，我今早不能出去买菜了。程锦时不愧是做总裁的，一听我这话就明白了。我这有烘干机，不早说。我把衣物拿去烘干之后，抱着衣服回房间准备换上，刚走到门口，我就听到程锦时喊我的名字。我一转身就看到，我的内裤是白底加草莓图案的，超级可爱。怎么掉了？我立刻要过去捡起来，就算内裤离程锦时不远，我也得豁出这张老脸。这时，程锦时家门开了，一个和他差不多高大帅气的男人进来了。糟了！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在我惊慌的视线里，程锦时慢悠悠弯身，将我的内裤捡起来，塞进了裤兜里。我用眼神询问他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程锦时也用眼神问我：“不然呢？”也是哈，这种情况下，也只有程锦时的裤兜里是最安全的了下。进来的男人看了看程锦时，又看了看我，张大了嘴巴。场面一度更尴尬，只有程锦时依旧很淡定，迟泱泱，你先进去。我立刻进去了，趴在门上偷听。外面刚才进来的那个男人嗓门老大：“哥，你处对象了？”我想听程锦时说什么，可是接下来没声音了，我只知道那人是程锦时的弟弟。几分钟之后，敲门声响起，我立刻去开门。程锦时站在门外，神色平静地说：“我放在沙发上了。”我微微一愣：“什么？程锦时，你刚才掉了什么？”“内裤啊！”程锦时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脸烫得跟要着了似的。“哦，我知道了。”上班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程锦时弟弟那句话，差点追尾。看程锦时弟弟的反应，那他应该是没有对象了。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好像程锦时没对象就会看上我似的。他又不瞎。到了公司，林秘书让我把昨天的会议资料整理好，送到总裁办公室去。程锦时盯着资料看的时候，我忍不住盯着他看，然后程锦时就抬头看我了。我脑袋突然短路，把我想的问题问了出来：“总裁，你为什么不谈恋爱呀？”程锦时放下手中的文件，放下，像是资料一样看着我。我头皮有些发麻。程锦时上下打量了我一圈：“你想和我谈恋爱？”他咋想到这来的？我连连摆手：“不是，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”程锦时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，我恨不得抽自己一嘴巴。迟央觉，你有点情商好不好？我又立刻补充了一句：“总裁您高高在上，我非常有自知之明。”程锦时点了点头。他还点头了，靠！我可以说我不好，你要是点头，那我就骂你。程锦时，你这个混蛋！程锦时，我就喜欢有自知之明的，我成了程锦时的女朋友。程锦时该不会真的瞎吧？不对呀，他还能看文件啊！我回到工位上，大脑还是在转不过来弯的状态。林秘书敲了敲我桌子：“迟决绝，你想不想干了？”我抬头问林秘书：“你说我长得好看吗？”林秘书：“我看你是真不想干了。跟谁俩呢？我将来可能是你老板娘。当然，除非我是傻叉，否则我不会这么想。程锦时那样的人，他喜欢吃素，所以才看上我这种清粥小菜吧。但是结婚，他还是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。这恋爱才刚谈，我就开始悲观了。下班之后，我找到我的小电驴，刚抬起腿，一道喇叭声吓了我一跳。我一转头，看到程锦时坐在宾利里，降下车窗，跟我说：“上车。”我不是很想。程锦时：“上车，好吧。”我摘下头盔，抱着上了车。我终于知道坐在宾利上的滋味了，其实和正常车差不多。也可能是我上车之后就正襟危坐，光顾着紧张了，所以没觉得有什么区别。程锦时突然握住了我的手，我倒吸了一口气，僵硬地转头看他：“总裁，有事吗？”
程锦时眯着眼睛拧着我的脸看了一会，你怕我？我摇头。程锦时不信，你的手在抖。我一低头，我哪只是手在抖，我的双腿都在抖。不能这样，池央觉，你该勇敢一点。之前我妈找算命的给我看了看，说我命中缺水，只要我改成这个名字，就是少奶奶命。我嫌这个名字不好听，我妈把我揍了一顿，我才去改的名字。现在看来，那个算命先生还挺厉害的。我和程锦时的缘分，在我改名字的那一刻已经注定了。到了程锦时家，我没着急做饭，而是给我妈打了电话。妈，你还记得之前给我算命让我改名的那个算命先生吗？我跟你说，他真的挺厉害。哎，别提了，我去年去找他才知道，他就是个骗子，现在还在大牢里踩缝纫机呢。我妈义愤填膺。那我到底是不是少奶奶命啊？我又不确定了，心里特没底。所以每次程锦时按着我亲到最后他几乎要擦枪走火的时候，我都一把把他给推开了。我在乎的不是我是不是少奶奶命，而是我和程锦时能不能长久。一开始程锦时知道我害怕还会忍，可是渐渐的我发现他对我也没了耐心。也是，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，我这样一直拒绝程锦时，他肯定很快就会彻底对我没兴趣了。这件事我也不可能找我妈商量，于是我让我室友给我出主意。我俩合租这半年，她几乎是没半个月就会换个男朋友，那是相当有经验了。室友听我说完，眯着眼睛沉思了一会，这要是我就睡了，反正又不吃亏，和程锦时睡那绝对是你赚到，我就不乐意了。我是差哪吗？凭什么就不是程锦时赚到？室友，我问你，假如你和程锦时分手了，你害怕吗？我点头，害怕。室友又问，怎么个害怕法？我现在和他交往，那6.5万加3000就不用我还了，万一分手了，我怕他让我继续还债。室友，那之后我发现程锦时对我冷淡了不少，比如他每次只是亲亲摸摸我，没一会就把我给推开了。发展到最后，他甚至不怎么亲我了，连我约他出去，他基本上都拒绝了。我隐隐约约觉得程锦时要跟我分手了。室友又给我出主意，分手一定要你先提，听到没有？我点头，可我哪舍得跟程锦时提分手啊？我一直没告诉程锦时，我其实真的挺喜欢他的，比对我男神的喜欢多多了。算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这天下班之前，我又给程锦时发微信，我喜欢的爱情电影上映了，今晚一起去看呀。过了一会，程锦时的回复才过来，今晚不行，我要参加个饭局，又是饭局，我已经算不清他这是第几次用饭局搪塞我了。我回了个好吧，打算找室友出去吃饭，我妈的电话过来了。决，今晚回来吃饭，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煎带鱼，我的心情瞬间好了，骑着我心爱的小电驴嗖回家了。一进门我就看到了一个长相儒雅帅气的男人坐在我家的沙发上，在和我爸下象棋呢。有客人，男人看到我含笑站起来，我走过去微笑着打招呼，你好。男人又笑了笑，不认识了。我不认识。我爸嘶了一声，你这孩子，顾潇啊，忘了。我忘了。顾潇见我依旧懵逼，笑了出来，看来是真的忘了。你小时候我经常带你出去玩，记起来了吗？我记起来了，8岁之前确实是有一个邻居家的大哥哥每天都带我出去玩。对，顾潇哥哥，是你呀，顾潇哥哥。顾潇微微一笑，像小时候一样摸了摸我的脑袋，终于想起来了，还算有点良心。再次见到小时候陪我玩的大哥哥，我开心的多喝了2杯酒。吃完饭，顾潇又留下来陪我爸妈聊了一会天，就准备走了。我爸妈让我出去送顾潇，气氛突然变得尴尬起来。没有我爸妈在，我和顾潇有10多年没见了，一下子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都是顾潇先开口了，决，我这次回来是为了你。我懵了，难道说我小时候太淘了，
不小心把他后脑勺砸出一个大包的事情，他还记着，要回来报仇了。顾潇停下来，转身看着我。昏黄的路灯下，他的眼神很认真。决绝，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我几乎可以确定顾潇喜欢我。可是为什么呀？就因为小时候的情谊。当然了，现在的重点我有男朋友了。顾潇的脸上闪过一抹落寞。我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，是程锦时打来的。手机屏幕上是程锦时的名字，我接通了。程锦时问我想吃什么，他给我买。我吃了好多煎带鱼，一点都不饿，就说不吃了。挂断电话之后，顾潇问我，你真的和程锦时在一起了？我才知道程锦时和顾潇原来是大学同学，都是麻省理工的。顾潇说完轻笑了出来，那抹笑容里似乎带着一丝轻蔑。我很不舒服，皱眉问他，你笑什么？顾潇看向我的时候，眼神又真诚了一些。决绝，程锦时和你说过他和他前女友的事情吗？我愣了愣。顾潇笑了一声，他的前女友和我们也是同学，当初他们两个的感情很好，都已经谈婚论嫁了，而且他女友怀了他的孩子，但被他母亲棒打鸳鸯了。我攥紧双手，想离开。我并不想听这些，可我的双脚无法动弹。耳边再次响起了顾潇的声音，决绝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，你跟程锦时的前女友长得很像。这句话像是一颗炸弹，在我的心里炸开了。难怪程锦时会喜欢我，我之前百思不得其解，甚至觉得程锦时眼瞎，现在我终于知道答案了。我浑浑噩噩回到家，我妈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，高兴地说，那算，命先生也是有点本事的，咱家绝央确实是少奶奶的命。我不解地看我妈，我妈笑得合不拢嘴，顾潇啊，他喜欢你，你看不出来呀？央爵，妈觉得他挺不错的，年纪轻轻就开了公司，做得还挺。我没听完我妈说话就进屋了。我不喜欢顾潇，不会跟他在一起的。我喜欢程锦时，可我又能和他在一起多久呢？我不想当别人的替身。说也奇怪，我和程锦时才交往多久啊？可一想到要和他分开了，我竟然很难过。我发微信问室友，你说我该不会是个恋爱脑吧？室友发了视频邀请过来。我理解你，和程锦时分手，任何人都会舍不得的。我很无助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室友沉吟了片刻，替身就没意思了。不过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会先睡了程锦时再分手。你和他交往一场，也不能什么都没得到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室友说的很有道理。室友又提醒我，对了，一定要你先提分手，不能让程锦时先了。你听我的没错。我点点头，我记住了。可程锦时却不再提出跟我发生关系的事了，我也不能主动提啊，好像我多不值钱似的。这天晚上，程锦时说想吃我做的饭了，让我过去。我觉得这是个机会，可是我却听到了程锦时和他妈妈的电话。程锦时的母亲在电话里说什么我没听到，我只听到程锦时说，妈，我喜欢他，现在不是当年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激动的程锦时，也是他第一次听他一次性说了这么多话。他说的那个他，是他的前女友吗？我默默回到了餐厅。没一会，程锦时也从书房出来了，坐下来吃饭。这将会是我和程锦时的最后一顿晚餐，我心里已经有了决定。第二天，我早早就离开程锦时家了，来到公司，把我昨晚写的辞职信交给林秘书。程锦时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接，把他的所有联系方式拉黑了。至于欠程锦时的钱，我会还给他的，前提是我得先找到新的实习岗位。但顾潇找到了我。我昨天听阿姨说你辞职了，怎么样？要不要来我的公司实习？不聊，我断然拒绝。我只把顾潇当成大哥哥，我对他一点那方面的意思都没有。顾潇顿了顿，含笑点点头，好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顾潇走后，我就继续找实习工作，也没什么合适的。最后我爸妈提议，要不你考研吧，考研倒是也行，可我欠那小7万块钱咋办啊？债主还找上门来了。
我下楼帮我爸遛狗的时候，这只冤种狗就跟几辈子没出来过似的，牵着我狂奔。我以后可不养二哈！我实在是跟不上这个冤种的速度，还不敢放手，一个跟头抢到了地下划线上，一只大掌朝我伸来。谢谢！我借着那人的力量站起来，一抬头就看到了程锦时。他西装革履，我穿着松垮的睡衣，蓬头垢，我以后就算出来倒垃圾也要化个美美的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故作轻松地问他。程锦时低头在我的身上打量了一圈，有没有受伤？我摇摇头。程锦时这才又看着我的眼睛，问我：你什么意思？他来这里就是问我这个的，难为程大总裁亲自走一趟。当然是分手啊！程锦时的脸色极冷，双眼像是被染上墨汁一样，让人生畏。迟决绝，你也是个大人了，做事就该有始有终，他咋还教训上人了？那好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们分手了。程锦时漆黑的视线紧紧笼罩着我，让我无所遁形。理由我还铭记室友跟我说的，很酷地说，因为我不喜欢你了。那一刻，我看到程锦时的眼睛里似乎闪过一抹叫做落寞的情绪。他难过吗？应该是吧，毕竟我很像他的前女友。我的心也在隐隐作痛。程锦时，我们这样也算是有始有终了吧？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纠缠我了。噌的一下出去了。好在我也没什么要和程锦时说的了。当我遛狗回来的时候，程锦时已经不在了。我和我爸妈说了那几万块钱的事情，我妈给我转过来，让我以后分期还给她。这钱我该怎么给程锦时呢？正当我犹豫要不要去找程锦时的时候，一个陌生的男人找到了我。也不是陌生男人，这人我见过，是程锦时的弟弟，他叫程卷。我拿出手机，我欠你哥6万多块钱，正好你帮我给他。程卷冷冷看着我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哥分手？你去问你哥呀，你问我干什么？程俊深吸了一口气，语气柔和了一分。行了，我来找你也不是问你这个的，但你至少去看看我哥吧。我愣住了，程锦时怎么了？程俊叹了口气，自从你和他分手之后，他就一直工作，可心思又没在工作上，导致他在竞争的一个项目出了问题。算我求你了，你去看看他，不然他一直这个状态，倒便宜了顾潇那孙子。最后那句话他是很小声嘀咕出来的，但我还是听到了。顾潇和顾潇有什么关系？顾潇确实是个孙子，他根本就不喜欢我，是因为竞争不过程锦时才下阴招的，找到了我。我真是傻叉，竟然那么轻易相信了顾潇的话。程卷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你快点跟我走一趟，算我求你了，我会去见程锦时，但我还有个问题。程锦时跟他的前女友真的是被你妈妈棒打鸳鸯的吗？程卷像是在回忆什么。我哥没有，前女友倒确实是有个喜欢的人，那都4、5年前的事情了。我妈当时不同意，后来就不了了之了，那也差不多。我也知道我该怎么面对程锦时了。到了公司，我直接来到程锦时的办公室。程锦时看到我，明显很意外，他眼里的惊讶和惊喜褪去之后，有冷然浮现出来。有事？我走过去，做了个深呼吸，决定把话跟程锦时说清楚。程锦时，我不想做别人的替身，如果你真的那么爱你的前女友，那你就去找她吧。你是成年人了，你也说过，你的事情你自己做主，不是吗？程锦时，女友，我点点头。程俊也跟我说了，你有一个喜欢的人，而我长得跟他很像。程锦时盯着我看了一会，点点头，是很像。我的心沉了下去。你要不要看看他长什么样？程锦时说着，拿出手机，找出一张照片，递给我。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接过程锦时的手机。还别说，照片里的女生还真跟我长得很像。这不是18岁的我吗？我愣住了。程锦时起身来到我身边，拿过手机。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。这照片你哪来的？程锦时只是挑眉不说话。后来我都要急死了，他才说，原来他之前不光跟顾潇是大学同学，还是一个宿舍的。
好朋友，只是后来成为对家，所以闹掰了。他和顾潇大四顾潇那年，顾阿姨把我的照片发给了顾潇，想撮合我和他。结果顾潇没看上我，程锦时看上了，和顾潇要了我的照片。这么说来，我确实是个替身，是我自己的替身。可你既然早就喜欢我，为什么还那么对我？一会让我做饭，一会让我陪他盘子的，还让我胡思乱想，害得我以为我被霸道总裁看上了呢。事实上，他确实是看上我了呀。程锦时放下手机，之前只是看你照片，对你有点好感，现在是真的喜欢你，好吧？其实他之前也没对我怎样，都是我自己胡思乱想的。程锦时突然靠近我一步，还分手吗？这我得好好考虑考虑。2秒钟之后，我考虑好了，不分手了。我和程锦时和好之后，就越来越讨厌顾潇了。他竟然还有脸来我家吃饭，饭桌上我没给他好脸色，还被我妈骂了一顿。他吃完饭，我送他下楼，顾潇问我，你和程锦时和好了？我冷眼看着他，他已经不是那个照顾我的大哥哥了。你在利用我，对吗？我和程锦时分手，他心情不好，在项目上没有竞争优势，那么项目就会落到顾潇手里。顾潇，我不想再看到你了。顾潇苦涩一笑，有一点我没有骗你，泱泱，我是为了你回来的。我暗暗翻了个白眼。顾潇又说，还有，当时程锦时的妈妈确实不同意他谈恋爱，他妈管他管得挺严的，你以后小心点。他说完就走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如果我和程锦时走到最后，真就不知道能不能过得了他妈妈那关呢。程锦时知道我的担忧后安慰我，别怕，我看他。程锦时又说，没人可以拆散我们。我有一个疑问，既然你喜欢我，那你之前为什么对我那么冷淡，后来都不亲我了？程锦时，忙，这是一个原因，我男朋友是事业型男人，再者我的控制能力没那么强，在你面前。程锦时补充道，好吧。几天后，程锦时的妈妈找上我了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咖啡厅里，我看着对面雍容华贵的女人，露出得体的微笑。程阿姨，你好。程阿姨冷冷地看我，不必，咱们开门见山吧。你出个数。这不正是我在霸总小说里看到的情节吗？果然，艺术源于现实，玛丽苏艺术也是如此。我依旧微笑，我不要钱，我只要和程锦时在一起。程阿姨嗤笑了一声，你拿什么和我儿子在一起？这话我没办法回答他。我能给程锦时的，好像只有一颗真心，可在有些人眼里，真心是最不值钱的。程阿姨拿出一张支票，几笔写完给我，500万。你离开他，我紧紧攥住双手，暗自发力，不让这2只贱爪子去拿支票。那可是500万啊！我说了，我不要钱。程阿姨皱眉，你嫌少？我摇了摇头，不是，你就算把你的全部身家给我，我也不会跟程锦时分开的。程阿姨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。我有些看不懂这个女人。你如果真的爱程锦时的话，就该让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爱自己爱的人，为什么一定要掌控她呢？我也是前2天才知道程锦时家里的情况的。原来程锦时和他弟弟很小的时候，他们的爸爸就和一个女人跑了，再也没回来过。程阿姨自己拉扯他们2兄弟长大，着实不易。她更是从小就给程锦时和程卷灌输一个概念，让他们恨他们的父亲，甚至不管他们做什么，都要经过他的同意。在我看来，这种并不是爱，是窒息。我很心疼程锦时，所以更不会和他分手。程锦时已经是大人了，我希望你能尊重他。程阿姨轻蔑地笑了出来，你希望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据我所知，你妈妈就是一个家庭主妇，你爸爸还算有个体面的工作，大学教授，他1个月赚的那点工资不够我1天赚的。迟决绝，你和程锦时是2个世界的人。程阿姨双手环胸，你就不为你父母着想一下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你爸爸就会失去他的工作，他留下那张支票就走了。我在咖啡厅里呆坐了半个小时，感觉有些迷茫。程锦时的电话过来了，你别怕，
我不会让你的家人有事的。我一下子轻松了好多，有人保护的感觉真好。可我还是担心。程锦时，我不想你因为我跟你妈妈反目。迟决绝，你只管跟我在一起，剩下的交给我。程锦时的声音很轻松。我重重的点头，意识到程锦时看不到，我又立刻嗯了一声。我和程锦时约定好了，可我却找不到程锦时了。我还尝试联系程卷，可他根本不接我的电话。我又去程锦时的公寓找他，也等不到人。公司的林秘书说程锦时没来公司。我实在没办法了，只能去程锦时的公寓里等着。就这样又等了3天，我终于接到了程卷的电话。程锦时在哪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我激动地质问。程锦时哭了，我哥被我妈囚禁了。这怎么可能？程锦时那么大个活人，还是人高马大的男人，怎么可能被一个中年女人囚禁？程卷哭着说，我妈闹自杀，把我哥骗去，趁我哥不注意拿走了他的手机，把他关起来了，逼他跟你分手，不然就不给我哥饭吃，我哥要走他就要死要活的。我要气死了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？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妈说我如果敢联系你，就杀死我哥，还说她不会放过你的家人的。这到底是什么可怕的魔鬼？程卷哭得更大声了。我哥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他要不行了。挂断电话，我立刻回到家，把我爸妈安置到安全的地方，就去找程锦时了。我和程卷来到了程家的别墅，一进门我就看到程锦时的母亲坐在沙发上，看到我也不意外，她像是一直在等我。你来了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，是程卷，他故意带我到这里来的。我的头皮开始发麻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程卷。程俊眼神略带歉意，我不能让我哥出事，我也管不了其他了。我大步上前质问，程锦时呢？他怎么样了？你还是人吗？他是你的儿子。程锦时的母亲淡淡一笑，我当然知道他是我儿子，他就在楼上了，3楼最里间。我大步上楼，直奔程锦时的房间。一开门就看到程锦时坐在沙发上，人已经瘦了一圈了。程锦时，你怎么样？程锦时笑了出来，无力地抬手抚摸我的脸颊。我止不住流泪，你为什么这么傻呀？值得吗？程锦时笑得愈发深了，我从没见他笑得这么开心过。值得，你来了就值得。他说完看向我身后，我转头看到程卷和他们的母亲也来了。程锦时低沉的声音有些虚弱，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和他在一起了。程锦时的母亲走过来，笑着点点头。迟决绝，把程锦时交给你，我放心了。这什么情况？程卷轻咳了一声，我妈是在试探你，好在你没有放弃我哥，所以我妈同意了。变态，我想骂人。我叫了救护车，把程锦时送到医院。到了医院，我才知道程锦时的腿受伤了，之前跳楼摔伤的，而且他早就让人保护我和我爸妈了。之所以他自己留在家，就是想给他妈最后一次机会。我真的恨死他妈了，你妈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疯子似的？程锦时叹息了一声，当年我爸抛弃他，给他心里留下了阴影。我也知道他很爱我和阿俊，可他觉得这天底下只有他全心全意爱我们，把我们当成他的所有物。我和阿俊必须听他的话，我听得毛骨悚然。这比那些不爱自己子女的人还要可怕。可是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只要程锦时没事就好。程锦时握紧了我的手，我会把他送回国新西兰的庄园，让他在那养天年。不过我们结婚之后，每年你要和我回去看看他，可以吗？我点点头，表示理解。这是应该的，她是你妈啊。结婚？她是在跟我求婚吗？谁要跟你结婚了？程锦时忽的一个用力，把我拽到了他的身上。你呀！我连忙坐直身子，你小心点吧，几天没吃饭还这么大的力气。程锦时淡淡失笑，嫁给我吗？有点太突然了。再说了，我和程锦时交往也没有多长时间，再等等吧。我爸和我妈让我考研，
等我毕业之后，那时候如果我们还在一起，就结婚4年后。毕业典礼结束，我刚出了大礼堂，我爸妈就一人一支玫瑰花递给我。我刚想吐槽哪有送女要玫瑰花的，程卷也过来了，同样递给我一支玫瑰花。啊，这不太好吧？我可是他嫂子。我问程卷，你不怕你哥知道，揍你呀？程卷勾唇，一会你就知道了。不对劲，我好像知道什么了。再一抬头，陈阿姨也过来。她什么时候从新西兰回来的？看到她我还是有点不舒服的感觉，但我还是保持微笑。陈阿姨过来也递给我一支玫瑰花，紧接着就是我那些同学。我收了一束玫瑰花，同学们散开之后，程锦时就单膝跪在我的面前，手举着一个暗红色的小盒子。最珍贵的礼物往往都在最小的盒子里，我懂。程锦时缓缓打开小盒子，里面是一枚鸽子蛋，差点闪瞎我的眼睛。池娟娟小姐，请你嫁给我。程锦时看着我，无比的郑重。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毕业礼物。是啊，4年了，我们还在一起，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爱我，那我还等什么呢？我和程锦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。程先生，往后余生多多指教喽。